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你好吗？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很高兴你能留出这一段宁静的时光，与我一起，让心灵在文字的花园里做一次长长的漫步。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书是维克多·弗兰克尔的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。书里有这样一段话：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，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，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，不能被剥夺。当我们谈论生命的意义时，我们往往会望向远方，望向那些宏大的成功、灿烂的梦想。但今天这本书告诉我们，意义往往生长在最幽暗、最贫瘠的土壤里。这本书的作者维克多·弗兰克尔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，但在此之前，他有一个更让人心碎的身份——纳粹集中营的119104号囚犯。在那个连名字都被剥夺，只剩下一个刺青编号的地方，弗兰克尔目睹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致苦难。然而，正是这段地狱般的经历，让他孕育出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意义疗法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做了一场实验，告诉我们，即便是在铁丝网背后，在死亡的阴影下，人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光，活出尊严。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请调暗灯光，放下手中的忙碌，让我们跟随弗兰克尔的文字，一起去探索那片即使在深渊中也能生长的希望之地。维克多·弗兰克尔在进入集中营之前，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维也纳精神病医生。那时，他手里攥着一份已经写好的书稿，那是他关于心理学理论的毕生心血。当纳粹的铁蹄踏碎了平静的生活，他和家人被关进了奥斯威辛。在进入营门的那一刻，他被迫脱掉所有的衣服，丢弃了所有的财物，包括那份珍贵的手稿。一个看守冷笑着告诉他，别再惦记那些纸片了，现在你唯一拥有的就是你这具赤裸的躯体。那一刻，弗兰克尔意识到，他所有的过去、头衔、成就，在瞬间化为乌有，他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存在。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，但也正是从这一刻起，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人。他发现，当人被剥离到只剩呼吸时，有些人选择了放弃，而有些人却展现出一种惊人的韧性。弗兰克尔写道，集中营里的生活可以分为3个心理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刚入营时的惊恐与幻灭，第二阶段是长时间适应后的冷漠，第3阶段则是获释后的迷茫与释放。最令他关注的是第2阶段的冷漠。在极度营养不良、严寒和没完没了的毒打中，人的情感会逐渐枯竭，人们不再为了同伴的死亡而动容，甚至不再对痛苦产生反应。这其实是一种心灵的自我防御机制。为了活下去，灵魂必须进入一种麻木的状态。但在这种死水一般的冷漠中，弗兰克尔发现了一些极其微小却闪闪发光的东西。他记得在一个寒冷的黄昏，他和同伴们在采石场精疲力竭地劳作了一整天，正走在回营地的路上，突然有人指着远方的森林喊道，看，那夕阳多美。在那一刻，这些满身污垢、饥寒交迫的囚犯竟然停下了脚步，他们沉默地注视着如雪的残阳穿过云层，注视着大自然不经意散落的一点慈悲。弗兰克尔感叹道，哪怕是在集中营，美依然是存在的，它能穿透铁丝网，给人片刻的救赎。这种救赎还来自于爱。弗兰克尔在最痛苦的时刻会闭上眼睛，在脑海中与妻子对话。尽管他不知道妻子是否还活着，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正在经受同样的折磨，但这并不重要。他在心中看见妻子的笑容，听见她的声音，他突然领悟到，爱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目标。爱不需要对方在场，甚至不需要对方活着，只要心中有爱，灵魂就有了一个可以安放的故乡。他写道，即使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一无所有的人，只要他在一瞬间想起他的爱人，他就能感受到幸福。这种幸福是超越物质、超越痛苦的。这便是弗兰克尔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。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我们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领地。在集中营里，生死往往取决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心理状态。弗兰克尔观察到，那些最先死去的人，往往不是身体最弱的人，而是那些失去了未来感的人。他讲过一个关于预言的故事。他的一位室友曾梦见一个声音告诉他，战争将在3月30日结束，他会被释放。这个梦想成了这位室友活下去的全部支撑。
他每天都充满希望地计算着日子。然而，当3月30日临近，战争并没有结束的迹象时，这位同伴的身体迅速崩溃了。在31日那天，他死于斑疹伤寒。弗兰克尔分析说，杀死他的并不是病毒，而是希望的幻灭。当他不再相信未来，他的免疫系统也随之崩塌了。这也引发了全书最深刻的探讨：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经常会问，生活对我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这么辛苦的工作、生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但弗兰克尔告诉我们，这种问法本身就是错误的。我们不应该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而应该意识到，我们才是那个被生活审问的人。生命每天都在向我们提出问题，我们只能通过对自己负责，通过做出选择来回答。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预设好的答案，等着我们去寻找，它更像是一份契约，等着我们去创造。弗兰克尔总结出，寻找意义有3种主要的途径。第一种是创造和工作，这不仅是指职场上的成就，更是指你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。对弗兰克尔来说，那个被没收的手稿就是他的意义。他想，如果他死了，他的思想就会永远消失。于是他在碎纸片上记录观察心得，在脑海里反复推演理论。这种创造的渴望给了他超越饥饿的力量。第二种是体验和爱，体验大自然的美，体验艺术带来的震撼，或者像他一样，在爱中感受另一个人的灵魂。这是一种接收式的意义。当你用心去感受万物，生命便不再空洞。第三种，也是最沉重的一种，是受苦。当一个人遭遇了无法改变的厄运，比如绝症、意外，或者像他那样的集中营生活，他该怎么办？弗兰克尔认为，即使在受苦中，人依然可以找到意义。这种意义在于你如何面对苦难。他说，苦难在他找到意义的那一刻，就不再是苦难了。如果你能把苦难看作是一次对灵魂的洗礼，一次证明自己尊严的机会，那么苦难就变成了一场壮丽的祭礼。在集中营里，弗兰克尔看到过一些人，他们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，把最后一块面包让给了比自己更虚弱的人。这种行为在生物学上是无法解释的，因为在饥饿面前，生存本能应该压倒一切。但这些人证明了，人可以超越生物本能。他们用这最后的一块面包，行使了态度选择的自由。他们虽然身体是囚犯，灵魂却是自由的王。这也是为什么弗兰克尔经常引用尼采的那句话：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，便能生存于任何境遇中。书的后半部分，弗兰克尔详细阐述了他的意义疗法。他发现，现代人最普遍的问题不是因为受苦，而是因为虚无。他称之为存在虚无。在温饱解决之后，很多人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空虚感中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于是只好去做别人都在做的事，或者去做别人要求他做的事。这种空虚往往会演变成抑郁、成瘾和攻击行为。意义疗法并不是要给病人灌输某种现成的价值观，而是要帮助病人发现那些已经存在于他生命中的意义种子。他曾接待过一位因丧妻而极度痛苦的老医生。老医生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，觉得生活完全失去了价值。弗兰克尔问他，医生，如果你先去世，而你太太活着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老医生沉思了一会儿说，哦，那对他来说简直太可怕了，他会受不了这种折磨的。弗兰克尔轻轻地说，你看，现在他免于这种折磨了，而你代替他承受了这种折磨，这就是你活着的意义。老医生听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握了握弗兰克尔的手，平静地离开了。痛苦并没有消失，但痛苦被赋予了意义。他意识到自己的悲伤其实是对爱人的一种守护，是为了让爱人不必承受同样的孤独。这种转变是惊人的。他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事实，但我们可以改变对事实的看法。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常常在想，弗兰克尔的智慧对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意味着什么？我们虽然没有身处硝烟弥漫的战场，也没有被关进铁丝网环绕的集中营，但我们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座隐形的围墙，那是来自社会的压力、生活的琐碎、对未来的迷茫，或者是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像个转不停的陀螺，在无止境的劳作中渐渐失去了感知快乐的能力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太冷漠，自己的存在微不足道。
但弗兰克尔会轻声告诉我们，即使在最平庸的生活里，你也是独特的。你的生命就像一幅挂在时间长廊里的画，你每一天的选择都是在为这幅画添上一抹色彩。他提醒我们，生命不仅仅是关于索取，更是关于回应。当生活向你投来一块石头，你是任由它击碎你的心，还是把它当成磨砺灵魂的砾石？当你感到生活平淡无奇时，你是否能像他一样，从一抹夕阳、一个微笑、一个专注的瞬间里，读出生命的厚重？弗兰克尔在获释后回到了维也纳，他得知了最残酷的消息：他的父母、兄弟以及他深爱的妻子，全部死在了集中营里。他成了家族里唯一的幸存者。如果是普通人，或许会彻底崩溃，甚至诅咒命运的不公。但弗兰克尔选择了继续他的使命。他把这些撕心裂肺的痛苦转化成了救治千万人的动力。他活到了92岁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依然在演讲，在写作，在传播意义的种子。他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理论最完美的注解。他说，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使命，这个使命是不可以被替代的，每个人的生命也不可以被重复，因此每个人的任务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请不要轻言放弃，也不要随波逐流。你的生活里一定有某些东西，是只有你才能完成的；一定有某些爱，是只有你才能给予的；也一定有某些苦，是只有你才能通过尊严去升华的。我们要学会对生命说是，这种是不是无奈的妥协，而是英雄式的接纳。无论生活呈现出什么样子，我都接纳它，并试图在其中开出一朵属于我的意义之花。在这本书的结尾，弗兰克尔写道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认识了人的本质。毕竟，人是发明了奥斯威辛毒气室的生物，但人也是挺起胸膛，口诵祷词走进毒气室的生物。人性中既有至深的黑暗，也有至纯的光明。而决定我们走向哪一端的，不是外界的境遇，而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决定。今天，当我们读完弗兰克尔的故事，走出这段心灵的漫游，我希望你的心里能多出一份笃定。当你再次面对生活的风雨，面对那些暂时的低谷，请记得那位在集中营里观察夕阳的医生。请记得，你永远拥有一项谁也夺不走的权利，那就是选择如何活着的自由。读完这本书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想把它留给屏幕前的你。如果生活是一场通往终点的旅程，而我们都是那个正在被生活审问的人，那么，在此时此刻，在你的生命里，最让你感到值得的那件事，那个人或者那个瞬间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或许，那就是你生命意义的起点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请点赞、订阅并分享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愿你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总能听见内心那个温柔的声音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光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